欢迎阅读今天的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最新消息和更新。今天的焦点是普京和习近平讨论中国对乌克兰的和平建议，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日益增长的经济关系，以及习近平对普京在2024年选举中获得俄罗斯人民支持的信心。此外，香港在推动家族办公室的过程中，旨在吸引亿万富翁。中国给予特定的芯片公司新的权利，以引导行业复苏。其他要点包括：蔡奇被任命为习近平的新任事实幕僚长；中国对数据、科技和金融的控制越来越严格；拼多多第4季度收入令人失望；台湾总统蔡英文访美，以及对中国东方航空5735航班坠毁事件的持续调查。我们还报道了中国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中国批准更多外国游戏股跳涨，谷歌因恶意软件问题暂停拼多多的应用程序，以及比亚迪减少中国2家电动车厂的班次。最后，我们讨论了美国恢复国内 IT 工作者签证续签的计划，小熊维尼恐怖片在香港的放映被取消，以及吉利汽车的盈利超出预期。以下是今天的独家见解。最高层直接管理金融是对的。事实上，当下制定货币政策的框架是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开始采用的。当时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应对石油价格上涨引发的通胀，而当时的金融体系因为没有当今那么多复杂业务和各类金融机构的复杂联系，金融稳定还不是一个大问题。50年后的今天，金融稳定问题与经济、物价稳定问题至少同等重要。这次硅谷银行和瑞信的危机表明，旨在稳定短期经济的货币政策很可能很快会引发金融系统不稳定。而当金融不稳定发生时，货币政策的约束变大了。美联储如果不继续加息，通胀仍会居高不下；美联储如果继续加息，引发金融危机，经济增长和物价都会像自由落体一样马上出问题。中国刚刚计划建立的中央金融委员会，从硅谷银行和瑞信危机中应该也能够吸取的最大教训是，当前主流的货币政策制定框架忽略了经济、物价稳定与金融稳定的取舍关系，其实已经过时了。未来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光要考虑到货币政策对经济、物价稳定的影响，也要考虑到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注意到货币政策本身应具有宏观审慎性，而不是将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简单的割裂开来，特别是在中国金融体系本身由于历史原因积累了大量风险的当下。事实上，最高层直接管理、协调将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和危机处置是对的，关键是如何用好这个框架，做到经济稳定、金融稳定，防患于未然。宏观审慎视角下的货币政策，瑞信和硅谷银行危机对中国新金融管理框架的启示之2。本文作者金华斌，金融界人士，中国简报特约分析专家。路透社，克里姆林宫称，普京和习近平讨论了中国的和平提议。据克里姆林宫称，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天会谈中讨论了北京的乌克兰和平计划。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 （Dmitry Peskov） 拒绝透露更多细节，但表示2位领导人进行了彻底的意见交流，并谈到了中国的提议。这是一份12点的文件，呼吁在乌克兰实现降级和最终停火。中国的文件提出了一般原则，但没有包含结束战争的详细计划。鉴于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的入侵，美国对该提案不屑一顾。英国《金融时报》：习近平、普京会谈凸显俄罗斯在伙伴关系中弱势角色。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周2的会谈中讨论他们不断增长的经济关系，强调莫斯科在其经济因制裁而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隔绝后对北京的依赖。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在2022年达到创纪录的1900亿美元，莫斯科认为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对于其赢得乌克兰战争的前景至关重要。同时，中国在抵御美国制裁影响方面的帮助是不可替代的，而俄罗斯丰富的自然资源将确保北京的持续支持。周2最令人期待的讨论话题是计划中的西伯利亚之力2号天然气管道。路透社，习近平对普京说，俄罗斯人将在2024年选举中支持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告诉俄罗斯总统普京，
他相信俄罗斯人民会在2024年的下一届总统选举中支持他，尽管普京还没有说他是否会再次参选。普京是自约瑟夫·斯大林以来任期最长的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说，习近平没有具体说过普京会参加选举，但他补充说，克里姆林宫与习近平一样，相信俄罗斯人对普京的支持。两位领导人将举行1对1的会谈，然后共进晚餐。路透社，普京在访问莫斯科时受到习近平赞扬，美国谴责普京掩盖战争罪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于周一举行了会谈。他们在周二继续讨论，因为西方批评说这次访问为普京在乌克兰的持续战争提供了外交掩护。虽然中国试图将自己定位为冲突中的和平缔造者，但对莫斯科的访问突出了两国关系的加强。美国曾驳斥中国的和平建议是给普京更多时间来巩固其对被占领土地的控制的伎俩。白宫发言人约翰·科比说，习近平应该迫使普京从乌克兰撤军。纽约时报，随着乌克兰战争的进行，中国帮助补充俄罗斯的无人机用品。根据俄罗斯海关的官方数据，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已经向俄罗斯出售了超过1200万美元的无人机和无人机零部件。来自大疆和其他公司的货物往往通过小型中间商和出口商，因此很难确定他们是否含有违反美国规则的美国技术。中国在军事、外交和经济方面已经成为俄罗斯战争努力中越来越重要的支撑。北京仍然是俄罗斯石油的最大买家之一，帮助其为入侵提供资金。双方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并抨击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彭博社观点，泽伦斯基与习近平电话预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普京会晤后，预计将与乌克兰总统沃洛基米尔·泽伦斯基进行视频会议或电话沟通。习近平的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反击美国，摆出全球和平缔造者的姿态，防止核冲突，并将他对主权的解释奉为国际政治的指导原则。泽伦斯基在谈话中应将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所有后续会谈的基础和习近平的和平计划。预计这次通话将是呆板而尴尬的，而其中的细微差别将对乌克兰的自卫战争、全球外交和世界秩序产生影响。彭博社，香港向亿万富翁敞开大门，推动家族办公室发展。香港正在举办一个峰会，以吸引亿万富翁在该市建立和扩大家族办公室。这次活动将在香港故宫博物院举行，有来自全球100多个家庭办公室的代表参加，将展示香港在资产和财富管理方面的优势。官员们说，这次活动将建立更强大的联系，并鼓励更多的家族办公室来到这个城市。在行政长官李家超的领导下，香港已将吸引家族办公室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这个城市作为金融中心的全球地位已经被抗议活动、大流行病限制和北京的紧缩政策所玷污。英国《金融时报》，中国给予芯片制造商新的权利，以引导行业复苏。由于美国对获得先进技术的控制，迫使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其支持该行业的方法。中国正在给予特定的芯片公司更容易获得补贴和对国家资助的研究更多的控制权。中芯国际、SMIC、华虹半导体和华为以及设备供应商 Naura 和先进微加工设备将从政策转变中受益。被选中的少数人将有机会获得额外的政府资金，而不必像以前那样必须达到业绩目标。他们还可以在国家支持的研究项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减少国有企业和学术机构的影响。南华早报，中国第5号官员蔡奇被任命为习近平主席的新任事实幕僚长。中国第5号官员蔡奇被任命为习近平主席的新任事实幕僚长，接替已被确认为常务副总理的丁薛祥。蔡奇的任命标志着40多年来第一次由政治局常委兼任办公室主任的职务。这一职务要求对总统绝对忠诚，并要求对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后勤支持，并共同监督中央警卫局。日经新闻，中国的新权力结构加强了对数据、科技和金融的控制。中国正在加强对数据、技术、金融和社会的控制，这是国家和党的机构改革的一部分，可能会使权力进一步集中在习近平主席的手中。
重组包括建立一个国家数据局，以促进该国的数字经济；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委员会，负责确保技术自力更生；以及一个新的金融监管机构。这些改革表明，面对美国出口限制对金融稳定的风险以及经济增长放缓所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政府的优先事项。这些变化被认为是具有安全意识的，有一个监督香港和澳门事务的新机构，以及一个神秘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社会工作部，负责处理公众请愿，并指导行业协会和非国有企业的党建工作。路透社，拼多多老板的收入因中国消费支出疲软而不足。折扣电商平台拼多多和 Temu 的所有者 PDD Holdings 公布第四季度收入为人民币398.2亿元，57.9亿美元，同比增长 46%， 但低于预期，这使得在美国上市的股票在盘前交易中下跌 13.9%。PDD 的收入增长与中国竞争对手阿里巴巴和 JD.com 同期报告的个位数增长相比。PDD 的国际平台 Temu 的商品总价值从9月份的300万美元增加到1月份的 1.92 亿美元，并计划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进行扩张。彭博社，台湾领导人的美国之行将考验习近平的新和平使者形象。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访问中美洲期间即将对美国进行访问，这引起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蔡英文将在纽约和洛杉矶停留。一位台湾官员表示，安排这次访问是为了减少中国大陆做出升级反应的可能性。当美国立法者访问台湾时，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已经提出外交申诉，反对蔡英文的访问，声称其真正意图是寻求突破和宣传台湾独立。在去年11月因所谓的间谍气球发生口角而使推动双方关系升温的工作脱轨后，美中关系仍然紧张。外交事务，不要对台湾感到恐慌，对中国入侵的恐慌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文章认为，对中国入侵台湾的担忧被夸大了，可能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中国领导人认为采取行动的窗口正在关闭，而且从历史上看，他们倾向于在国内动荡时期缓和其外交政策。美国不应担心中国制造外交危机以提高其在国内的地位，也不应假设中国感到有压力要很快入侵，而应专注于阻止行动反应的螺旋式上升。这种螺旋式上升使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使危机更有可能发生。华盛顿应该向北京保证，他不会一意孤行地推动台湾与中国的永久分离或正式独立，并且应该帮助加强台湾的防御，而不发出美国军事支持的巨大变化的信号，因为这有可能无意中造成北京拥有有限的入侵窗口的印象。彭博社，中国加倍进口被西方避开的俄罗斯铝材。根据海关数据，自乌克兰被入侵以来的一年里，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精炼铝激增了 94%， 达到538600吨。由于一些西方买家对俄罗斯的供应嗤之以鼻，中国对俄罗斯铝的进口量几乎翻了一番。俄罗斯是仅次于中国的最大铝生产国。中国还可能继续进口这种金属，因为托克集团正在谈判从俄罗斯铝业公司购买约15万吨铝。同时，中国向俄罗斯出口的氧化铝的原材料，在截至2月份的一年中已飙升至108万吨，高于前12个月的约2300吨。华尔街日报，中国飞机失事调查1年后，调查仍无结论。中国东方航空5735航班坠毁造成132人死亡，1年后，中国航空当局正在继续调查，但没有对可能的原因做出评论。美国官员最初评估为故意俯冲。缺少答案让坠机者的亲属感到沮丧，专家们批评中国没有公布任何有意义的信息或调查结果。中国民用航空局说，技术调查组已经进行了现场调查、数据检查、人员访谈和实验分析。尽管如此，调查仍在继续深入进行，因为该事故是一个非常复杂和极其罕见的事件。彭博社，习近平在与普京长谈后会见俄罗斯总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前一天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进行了4个多小时的会谈后，与俄罗斯总理米修斯丁进行了会谈。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乌克兰的持续冲突，普京表示他愿意讨论中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建议。然而，这些建议遭到了美国及其盟友的拒绝，并被认为是对俄罗斯的偏见。
习近平对莫斯科的访问是他声称第3次担任总统后的首次访问，并发出了支持普京的强烈信号。日经新闻：中国出人意料的放宽贷款，以支持脆弱的经济增长。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它将把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降低0.25个百分点，向市场释放5000亿至6000亿元人民币、726亿至872亿美元的流动性。自2022年12月以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比预期的要早。一些人认为此举是为了支持正在从零 COVID 政策中艰难复苏的经济，并防范来自西方的任何金融逆风。中国官员似乎对美国和欧洲金融不确定性上升所带来的任何溢出效应保持警惕。彭博社：中国批准了更多的外国游戏，亚洲的游戏股大涨。中国在线游戏监管机构已经批准了27款进口游戏，包括韩国游戏公司 Dev Sisters 和 Nexon Games 的作品。中国视频共享平台和移动游戏发行商哔哩哔哩的股票在香港上涨了 9% 以上，在美国上涨了 6.5%。花旗集团分析师 Alicia Yap 表示，此举表明对外国游戏的监管政策更加支持，进一步支持在线游戏行业未来更健康和正常的发展。最新的批准是在一批游戏被批准后的3个月。美联社：由于恶意软件问题，谷歌暂停了中国的拼多多应用。据谷歌发言人称，在中国平台上发现恶意软件问题后，谷歌已经暂停了 PDD Holdings 的拼多多应用程序的 Play 版本。出于安全考虑，该应用的播放版已被暂停，而被发现含有恶意软件的电子商务应用的非播放版本已通过 Google Play Protect 执行。路透社独家报道，比亚迪减少中国2家电动车工厂的班次。据消息人士透露，在整个行业需求疲软的情况下，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已经减少了其在中国的2家汽车组装厂的班次。比亚迪西安工厂的工人被要求每周工作4天，而该公司将深圳工厂的班次从每天3班减少到2班。尽管经济放缓，但比亚迪继续在中国占据市场份额，今年头2个月的销量超过了特斯拉的5倍。日经新闻：美国计划恢复 IT 工人的国内签证延期。美国国务院计划恢复某些类别的国内签证续签，包括 H-1B 签证。该签证吸引了许多来自印度和中国的熟练 IT 工人。一个试点项目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然后扩大到所有符合条件的签证持有人。国内续签在2004年被暂停，要求签证持有人离开美国进行续签。此举被认为是对外国工人和他们的雇主的一种安慰，前者经常在国外等待签证预约，后者则需要确保其劳动力的连续性。路透社：小熊维尼恐怖片在香港的放映被取消。据电影网站报道，英国恐怖片《小熊维尼》的放映，电影《Blood and Honey》因技术原因在香港被取消。该片的主角小熊维尼由于将这只笨拙的熊比作习近平主席的备忘录而成为中国审查人员的目标。一些人利用维尼的形象来表示异议。香港的审查法禁止赞同、支持、颂扬、鼓励和煽动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活动的电影。去年有2部电影在没有得到当局的批准后被排除在香港的国际电影节之外。彭博社：中国的吉利汽车超出预期，结束了4年来的利润下跌。由亿万富翁李书福拥有的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汽车公布的收益超过预期，并预测今年的销售增长。该公司2022年的净收入增长了 9%， 达到 52.6 亿元人民币， 7.64 亿美元，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而收入跃升了 46%， 达到 1479.6 亿元人民币。吉利为2023年设定的销售目标是165万辆，比去年增长 15%。他还看到了自动驾驶和出口方面的机会，并将继续利用其与雷诺等合作伙伴的关系，促进海外发展。吉利在电动汽车方面正在迎头赶上，这是中国汽车业增长最快的领域。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6 world，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